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如果你没看出赵丽颖对角色转型的渴望，那你可能看不懂和幸福。幸福到万家，中国新时代农村女性的代表作。以整体故事结构来看，《幸福到万家》几乎是一部农村新妇女的奋斗历程史。如果结合现实农村生活状态，抽丝剥茧，你会发现《幸福到万家》的和幸福所作所为，更深层地讲述农村恶势力对于普通家庭的欺压，和幸福是如何面对欺压、打击、占有土地资源做出奋力的反抗。因此，我们可以下一个这样的断言：《幸福万家》是一部臆想出来的杜拉拉升职记的故事，从普通农家妇女升级成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村干部。《幸福到万家》的播出，绝对是新时代农村女性的标杆。女性题材一向是影视圈的爆款，就连央视都为之力挺点赞。据悉，《幸福到万家》是改编于2006年10月1日解放军出版社的《秋菊传奇》。而且，这部剧早在2020年就已经入选重点扶持项目。大剧作的女性题材定位也很符合央视的审题。著名导演郑晓龙，1952年11月30日出生于北京，名声大振的口碑导演，就连《甄嬛传》《芈月传》《金婚红高粱》等20多部大型影视作品都是出自他手。按照剧情推理情节来讲，改编原版《秋菊传奇》是因为市场上缺少新时代农村女性崛起的题材，为了符合现代女性地位奋起的标杆，从而突出新时代农村女性的重要作用。从原版小说秋菊在农村打官司、开会、打假、杀人等人物成长历经过程，改编去掉原版小说的杀人环节，用何幸福成功创业，带领乡村人民走向致富道路作为剧情的圆满落幕。电视剧开头的闹婚情节，反映出地方闹婚习俗的陋习本质。妹妹被村支书的儿子万传家欺辱，情急之下，作为姐姐的何幸福不顾一切，抄起家伙就往万传家脑袋上抡过去。这一砸坏的不仅仅是万传家的脑袋，更深层次的意味着砸的是愚昧落后的农村闹婚习俗。幸福到万家的创作也正好填补了影视圈新时代农村女性崛起题材的空缺。关涛曾经是这样评价何幸福的：何幸福不发财，老天爷都不答应。为什么这样说呢？何幸福当时嫁给王庆来，在外来人看来，本来就是何幸福高攀了。可何幸福身为一个平凡的普通农村女性，在没背景、没文化、没经验的情况下，凭借着努力好学、一腔热血拼搏的精神，创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最后还接任了万家庄村书记一职，这是极少数能做到的。遇事从不抱怨，全靠自己。一开始，两口子投资了蔬菜种植，在刚开始的时候，有机蔬菜种植获得了不小的收益。碍于土地面积太小，聪慧的何幸福看到邻居荒废的土地，与其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扩建种植规模。最后，征地计划打乱了他原有的有机蔬菜专柜计划，虽然没能成功，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何幸福不仅有过人的胆识和超强的行动能力，而且对于看待事物还具有长远的眼光。对于何幸福拿起家伙就往万传家脑袋上砸，而惹上官司的她来说，她并不畏惧权力的压迫，反而是丈夫的窝囊与妹妹拿着金钱向恶势力的妥协，与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实，何幸福并不是比别人聪明。你想呀，一个农村女性进城里，按理来说，有一稳定的工作已经是很错的选择了。没文化、没背景，是多少人前进奋斗的硬伤。她不依靠别人对她的帮助，金钱与势力的诱惑，从小小的前台帮助到关涛赢取官司，获取了意想不到的9万元提成，到开始回家乡开旅馆的想法，最终并带火了万家庄的旅游产业。而高文凭学历的王庆志，没有在家人出现困难时给予帮助，反而一味的索取，大哥为了他的婚姻出钱买单，嫂子要为他的婚姻顶起王家的一片天。
无论是在电视屏幕里，还是在原著版本小说中，王庆志和徐亚妮自始至终都是本片的最大赢家。电视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就是到最后的大结局时，反派都洗白了。万传美调包王秀玉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意外走红的王秀玉让王传美有了悔改之心。偷换来的人生终究是别人努力得来的成果，自己也终究不能成为王秀玉。最后坦然醒悟的万传美就在了长远的山村支教，洗白了这里几年的人生和幸运的迷途知返。从收取万传家的贿赂，职场上差点被韩主任潜规则后，成名在律所事务处打开了自己的一片天地。等知万家集团旗下保健品违法处理污水厂时，在姐姐和幸福的及时揪出错误下，幡然醒悟，向易道律师事务所提出辞呈，最后得以洗白成功。幸福到万家的小说改编，可以说是新时代农村女性崛起的成功标杆。情节的跌宕起伏，极具个人张力，加上演员的自然演技，实力与之融合，体现出当下社会女性最真实的一面，敢于担当，善于学习，遇事冷静，不抱怨。这样的一个女性，无论嫁给谁，都会把自己越过越红火。